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刚刚吃过早餐，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木匠师傅他们做工。前2天我不是说农村里面很多竹竿吗？就是这样子，用2根木棍给它支撑起来，在这边晾晒衣服，挺方便的。我妈妈砍了很多。前2天我们不是拍了一期视频吗？说2楼的楼板之上还有一层木板，木板的上方有很多空隙。现在我们站在舅舅家的院坝就可以看到这些空隙了，就是瓦条下方的那些空隙，如果不把它填满，用木板填满的话，就会给它流出来，这样子给整栋木房子通风透气也是比较好的。我记得发了视频之后，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，这些就不要给它填满了，就让它流出来，通风透气。再一个也可以节省一些板子还有木匠做工的时间。我觉得好像也挺好的。实际上留着这些空隙的话，看着也不影响吧。具体的呢，我们要铺好第3层的木板之后再来决定。今天依然是下了雨，昨天晚上整整下了1个晚上的雨，所以地面都是湿的。今天依然是装2楼的板子，要把那些小空隙全部填满。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边打糍粑，这口大水缸搬到这边来了。昨天我们这边及时赶集啊，邻居家是买了2株三角梅，放在我们家的院子这边，还没拿回去。开的花很艳，很漂亮，紫色的花。在我们这边，到冬天0度以下，三角梅在户外很容易死掉哦。去年我们种的那些三角梅啊，基本上都死了，很可惜。所以说，像这样的三角梅到冬天的时候，要给它搬回家里面，这样子温度高一些。等着开太阳啊，把这些木屑全部晒干了之后，要给它打扫一下，要不然显得很凌乱。天天都下雨，做工啊也不方便。最近一段时间要改一些小木料，木匠师傅都在盖檐的这个位置来做工。有一期视频我问到大家，这2个3角的木架子，大家都说叫做木马，确实是的，我们当地也是这么叫的。当然，当地还有一种方言叫做磨马，用起来是挺方便的。那木匠师傅很多工具，大家都有认识的吗？看这块板子上面用上一个像一个铁夹子一样的，这个也是固定木房的一个用途。还有这边都有很多工具，锯子，还有手推刨。我发现啊，木匠师傅做工的工具，像这样的手推刨，少说都有10多种。这些改好的木料都在用。那边啊，还有镶好的木板。现在所剩的房子不多了，基本上我们这栋房子装修好，这些房子也差不多要用完，估计杉木板会少一点点，因为整个3楼还要铺层木板。把2楼的隔断墙全部做好了之后，我们算一下，如果少的话要去城里面买了，还是要从这边的木梯爬上去。
这些小格子是挺多的。别看格子很小，但是做起工来还是挺麻烦的，每一道的工序都不能少。现在我们来到了2楼，可看到这些小空隙里面的幕墙板正在安装，之前装好框架的位置已经装了木板，像这些空隙比较小的就不需要装框架了，直接钉上木板，然后再用封边条来处理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木房子的装修有正面和背面，像背面的话就没有过多的处理，就可以看到销杠了，挺不美观的，大家觉得呢？看这后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像正面的话就很平整，所以说在我们当地建木房子，很多人喜欢用2层板子，意思呢也就是正面做好了之后，在背面再来加一层木板，或者用桑拿板再钉一层，这样子会更美观一些，当然造价也更高一些。这个卫生间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做，要把这边的木板全部装好了之后，理工师傅再过来做这个卫生间。这是左手边的卧室，这边的木板才装好一部分，从这里走过去就是我们2楼的客厅了。这边的话，那面墙基本上已经装好了，整体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的板子装好了之后，现在木匠师傅就要钉这些封边条了。这些条子都是杉木板做的，还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。每一个格子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要一个一个的去量，然后呢再用切割机把它切开，再拿去安装。这些就是已经装好的封边条，感觉就像做好的框架一样的。这些是用杉木，木匠师傅自己做的。如果到城里面去买的话，有那种封边条，就比这个要窄一些，大概只有1指半左右的宽度，这个差不多是2指的宽度。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装饰。像这些小格子全部都用这样的木板直接钉起来。装修木房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。就像上一期我拍的视频，大家说，哎呀，这样子装修出来就看不到外面的风景多去看看一些别人装修的案例。实际上每个地方的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，
我们现在的装修方法呢，是按照我们苗族传统的习俗去装修，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是改进了的。刚才我们说的，每个地方的建筑风格是不一样的。像我们建这栋木房子，可能在很多朋友的理解当中，很多地方可能不太如意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在我们当地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比较多，大家住起来也比较舒服，因为祖祖辈辈木房子都是这么去建造的。大家给我提的建议我也看了，说让我去看看哪里的，看一些美国的建筑啊，学着他们的方法去建造。确实，你像我们几千年的传统，我们中国的建筑风格都是榫卯结构，对不对？整栋房子做下来基本上不打一颗螺丝钉，全部都是榫卯结构去做。我觉得这样子做出的房子很结实。首先，房子你要考虑美观的同时，也要考虑它的安全隐患。像我们建这栋房子，它的基础是按照楼房的去做，装修的过程我们也是严格的去把关。全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榫卯结构的圈方和立柱之间，看很紧密，对不对？其实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，我觉得更应该值得去给它发扬光大，对不对？一味的去学习别人，何不把自己传统的一些东西给它保留下来，那岂不更好呢？其实这样的房子住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，装修好了之后再买上一些合适的家具，其实居住起来真的很好的。因为木房子呢，它就是冬暖夏凉。我们的2楼虽然它的楼层空间只有2.3米左右，实际上在这里面呢也不会感觉很压抑，也挺好的。这栋房子呢，我尽量的是把它整个空间给留宽一些，我的客厅还有两边的厢房都留得比较宽，主要还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啊过来游玩，客厅留宽一些，大家有一个舒适的环境。房间并不是留得特别的大，能够用就行了。像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啊，基本上木房前面都是2块挑手，它首先要考虑的是承重，其次的才是考虑美观。像云南的房子，它盖的是2层，下面是盖一层瓦，上面还有盖一层瓦，这样子2楼的视野呢就更好一些。但是很早之前我也给大家说过，我们这边的风是比较大的，如果去做2层这样子盖瓦的话，底下的木板全部都会打湿，只能结合我们实际的情况去建造房子了。朋友们啊，实际上拍这个视频我是有点激动的，尤其是我看到上一期的视频留言，有朋友说让我去采用一些国外的建筑风格，去学习其他人的一些做法，我是挺不赞同的。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吧，我这人就比较古板，我喜欢传统的一些东西，尤其像我们这些建木房子，传统的手艺都是很老一辈留下来的，传承了千年，这样的文化难道就不好吗？干嘛不把自己的文化给它发扬光大呢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